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夏夏。今天呢，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这个杯垫它的一个钩织方法。首先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杯垫它的一个组成，它是由长针、锁针和短针组成的，是这样一圈一圈钩织起来的。这个杯垫呢，花型漂亮，而且非常简单，大概用时1到2个小时就可以完成了。视频的开头呢，为新手朋友准备了一个非常简短的新手教学。如果你有一定的钩织基础，那么拉到视频的后方，跟着我一起操作就可以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一定不要忘记点击订阅和关注哦。好，那下面我们来开始学习一下钩织这个杯垫所需要用到哪些工具吧。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它需要用到哪些工具。首先，你准备要一团你自己喜欢的线。2个钩针，一个是3.0和3.5的，我用的是日本的广岛黑金。一个剪刀，一个缝合的记号扣，还有记号扣若干。好，那我们的工具就先介绍到这里，下面我们来开始一个新手的一个教学。新手朋友的话就不要快进啊，我们一定要认真的去看接下来的视频。下面我们来开始新手教学。我们第一步先要认识一下这些符号。第一个，一个椭圆形的小环，这个是代表的一个锁针，它的符号呢是用 C 和 H 来表示的。X 呢是一个短针，它的符号呢就相对应的也是一个 X。像一个 T 加了一个斜杠，这是代表一个长针，它的符号是 F。像这种样子的呢，就是我们的狗牙针。像一个小塔一样的这种是长针的一个减针，一个 V 又加了一个十字，这个叫短针的加针。那么我们先来学习一下锁针。第一步，像握笔一样握住你的钩针。第二步，我们把线绕到你的这个小指和你的这个指头的中间，这样子。同时把这根线绕到你的食指上面来，放到第一关节的位置，放到这个位置，放到这里，然后继续把这根线放到第一关节的这里，捏住。这根手呢，打开，哎，好。同时我们这2根线给它捏住。如果你感觉捏不紧的话，就给它绕一圈，再给它捏住也可以的。好，调整一下位置。这根线要始终保持一种绷直的状态。好，拿出你的钩针，第一步绕线，把这个线拉下来。好，然后这样绕一圈。绕完之后呢，你就会看到这样一个活动的圈码。然后我们把这2根指头放到这个交叉的位置，放到这里，捏住。捏好之后呢，我们把钩针放到这个线的上边去，这样绕一圈儿。好，给它把刚绕的这个线圈带到这个线圈里面。好，拉出来之后呢，把这个钩针向上一提，收紧。好，这样呢，一个锁针的起始针就完成了。那我们来继续，再绕线带出来，绕线带出来，像这种样子的，像2个小辫子一样，这就是由2个锁针完成了。我们再继续多钩几个，绕线带出来，绕线带出来，绕线带出来，非常的简单。我们下面来观察一下它的一个构成。首先，你可以看到正面看，它就像有2条小辫子一样，对不对？像有2个小辫子，那我们给它翻转过来，
翻转过来之后，它的背面像有一些小凸起，竖向的凸起。看到这种形状呢，就知道这个是锁针的背面。好，我们继续来学习一下短针的钩法。再钩一个锁针。好，我们把它回到倒数第二个针上，这不是第一个，这是第二个。因为我们要这样去钩织的话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再起立一针，起立一个锁针，挑最外侧的一根线，还是同样的绕线带出来。像刚刚我是挑到了这里，是挑到了第一个针目上，所以才会出现那种情况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认好针目，挑到第二个的上面去，这是第二个锁针上，然后绕线给它带出来。此时你的钩针上有2根线，绕线一并拖过。好，这样子我们一个短针就完成了。从上面看就是像一个小 V， 从正面看呢就是一个这样子的 V， 有注意到吗？这样子的 V， 这就是一个短针。那我们继续来开始钩织。好，这就是钩织了2个短针。3个短针，4个短针，5个，第6个。好，这样子我们短针就已经钩完了。我们可以看到呢，它从正面看，就像有2个小腿一样，是这种 V 型的腿，这就是我们短针的正面。上面呢就是一排排的小辫子。我们把它翻到背面来看，背面它是有一个横杠，下面有2条腿，这是它的一个背面。下面我们再来学习一下长针的钩法。长针，首先我们这是要钩织我们的第2行，所以我们要先钩织3个锁针。这3个锁针作为长针的一个起始针，然后我们翻转过来，翻到织片的背面，绕线。我们先到第一个针目里，哪个是针目呢？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 V， 这些 V 就是我们一会儿要入针的针目。在这个里边绕线带出来，此时棒针上、钩针上有3个线圈，先合并前2个，再合并一下后2个，这样子我们一个长针就完成了。绕线，在这个上面带线出来，先合并前2个，再合并后2个。好，这又是一个长针。下面我们加快速度，最后一个位置也是我们在钩织的时候经常会忽略的一个地方，就是它在结尾的时候也是有一个小 V 的，我们要把这个给它挑起来。好，这样呢长针就结束了。这个是长针的正面，这个是长针的反面。上面呢也是像小麻花辫一样的，都是些 V， 这就是针目。下面我们来学习一下什么叫做狗牙针，这个就非常简单了。我们先起3个锁针，翻转过来，我们在这个的上边进行一个引拔。引拔呢，就是这个针，假设这个是 A 线圈，这是 B 线圈，把 A 穿到 B， 穿过来，继续起立3个锁针，1个、2个、3个，3个锁针，然后回到这个上面来，继续再给它钩织1个。好，这样呢，小花边就是我们的狗牙针。
我们再来看一下什么叫做长针的减针，就是两个长针合并为一个长针，就叫做长针的减针。我们首先起立3个锁针绕线，第一个长针，好，合并完前2个之后，我们就不需要再去继续合并了，然后再继续绕线到下一个针目里边，再给它做一次。现在钩针上有3个线圈，然后绕线一并拖过来，这样的话你就完成了一次长针的减针。我们再来看一下什么叫做短针的加针。短针的话，你就起立1个锁针就好，翻转过织片。加针就是在同一个针目里，就是同一个 V 里边做2次绕线，1个短针，还是在这个里边再做一次2个短针。好，这样子我们就一个短针加针就已经做完了。然后绕线我们再来看一下，翻转过来，这不是第一个针目对吧？1个短针完成，再做一次加针，还是在这个里边做一个加针。好，加针完成。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个杯垫所需要用到的针法。下面我们来开始正式的学习。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第一步需要干什么。这个符号呢是代表是圈起的，这个是我们的锁针，我们上一个视频已经学习了。锁针完了之后呢，我们先要钩一个短针，然后一个锁针，一个短针，一个锁针。按照这样的规律呢，我们做4次，1次、2次、3次、4次，做4次。结束之后，我们在这个地方进行一个引拔。好，我们先来学习第一个部分。拿出我们的针，还有我们的线，环起就是在我们这个指头上绕一个环。好，这个大拇指捏住这个交叉点，把钩针穿进去，绕线带出来，调整一下我们线的位置。好，调整到一个你舒服的状态。好，完成之后呢，我们绕线起立1个锁针。锁针结束之后，我们在这个大圈中，为了方便钩织哈，你起完这个环之后，绕到你这个第一关节处，然后这样给它并起来，固定住。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，这个线圈就会乱跑的。同时，你这根指头按住这个钩针上的这个线圈，按住就是起到一个固定和支撑的作用。完成之后，来穿到这个钩针里边，绕线带出来。做一个短针。好，一个短针结束，起立1个锁针。新手朋友要记得在这个地方挂一个记号扣啊。稍等我一下。在这个位置去标记一下，不然的话你一会儿我可能找不到你的那个第一针的位置了。好，继续。第2组完成1个锁针，现在就已经是做了2组了吧？然后继续，然后这第3组1个锁针，第4组1个短针1个锁针。好，拉长，我们数一下是不是已经做了4个？一个、2个、3个、4个，就数它下面的这些角就可以了。是不是非常的清楚？好，我们拉紧这个短的线头。好，拉紧之后呢，我们回到第1个锁针的位置，挂记号扣的这里进行一个引拔，把它摘下来。回到这个位置，
这样呢，我们第一圈就已经结束了。下面我们再来学习一下第二圈它的一个勾法。继续看这个图解。第二圈呢，我们是在这个位置给它进行引拔的，对吧？我们还要做一个动作，就是把这个地方呢引拔到这个锁针的位置，再做一次引拔，然后起立3个锁针，在这个的位置上钩织3个长针，然后加4个锁针，这样子视为一组，看到吗？这样视为一组，然后在这边呢，这又是一组，这边又是一组，这里还有一个，也是要做4次。那我只给大家演示前2组，后边2组呢是需要你自己去完成的。我们来开始。我们第一个的锁针已经做完了，对吧？好，我们来进行第二个。我们引拔的位置是短针的位置，那下一个锁针的位置是不是就在这个短针的旁边？绕线，绕线，给它带出来。好，完成之后，3个锁针按照这个图解上的来。3个锁针完成，绕线，继续在这个地方钩织4个长针。长针结束之后，下面我们是不是要钩4个锁针了？1个、2个、3个、4个，4个锁针也完成了，继续绕线，回到下一个锁针的位置，进行花样的钩织。这样子是一个短针，它中间是有一个缝的，你掰开看一下就会看得到。绕线在这个位置，好，钩织4个长针，1个、2个、3个、4个，好，4个长针结束，我们继续4个锁针。大家按照我们刚刚视频的内容呢，把剩余的4个角自己去独立的给它钩织完成。如果还是没有看懂的话，可以把视频倒回去调慢速，再去观看一下啊。这2个针的位置在这边，在这里还有一个，好，自己去做一下吧。现在我的4个角就已经完成了，现在还缺一个，我们给它补起来。1、2、3、4，好啦，我们看一下它的入针位置，放大给你们看一下。通过视频呢，你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，这是第1个 V， 第2个 V， 这第3个 V， 我们从第3个 V 的中间给它进行一个引拔。再来看一下，第1个、第2个、第3个，从这个中间进行一个引拔，把针穿进去，收一下线，1、2、3，从这个里边引拔。好，引拔完成之后，我们先起立1个锁针，拉紧。我们看一下第3圈它的一个钩法。第3圈呢，它先起立了3个锁针，3个锁针就作为一个长针的起立针啊。紧接着呢，在长针的位置上对应钩了2个锁针，就是从这边数1、2、3、4，在第4个长针上相对应的又钩了一个长针，对不对？好，又到了这个角的位置，角的位置它先是钩了2个锁针，然后1个长针，
两个长针之间呢是4个锁针作为连接的，这4个锁针呢，同样对应起来就是我们这个正方形的4个角，所以大家一定不要忘记钩织这4个锁针。好，钩完了之后又是一个长针，长针与长针之间的连接就是2个锁针对应下面的这个位置。钩完这个之后呢，在第一个长针的位置钩一个长针，2个锁针，1个长针。好，继续2个锁针，然后又到了这个角的位置。就是你只要到了这个角呢，它的顺序一定是2个锁针，1个长针，4个锁针，1个长针，就这么个方向哈。如果你记不住顺序的话，就可以来看一下这个图解。我们会把这个图解放到我们视频中如果你能看得懂这个图解的话，你就直接对照了这个来进行钩织就可以了。下面我们来开始学习。拿出我们的织片，把钩针穿过去。因为我们已经提前起立好了一个锁针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再起立2个。好，这个长针就已经完成了。3个锁针代表长针，然后继续上2个锁针，完成了。按照我们刚刚说的，这2个不钩在第4个的上面钩着一个长针。好，这个长针钩织完了，我们继续2个锁针，绕线，是不是到了刚刚说的4个角的位置？一个长针钩完了，4个锁针，1个、2个、3个、4个。这个线有点打结了。4个锁针也已经完成了，绕线，我们在接下来的这个地方再给它钩织一个长针，继续2个锁针，绕线，在第一个的上面一个长针，2个锁针，第4个长针上面钩一个长针，2个锁针，这个的位置一长针，4个锁针，1个长针，2个锁针。大家按照这样的方式呢，把这一圈也给它钩织完成。这样我们第3圈也已经钩织完成了。我们还是按照刚才的方法，在第3个锁针上面给它引拔。来，一起数一下，第1个、第2个、第3个，我们就是在这个的上面进行引拔。好，再做一个起立针，第3圈就已经结束。看一下第4圈。第4圈的做法就非常的简单了啊，就是不断的重复那个长针，还有长针的加针和锁针的一个组合。我们先来看第1个角，首先它在起立完成之后，紧接着跟了一个长针，对吧？在第3圈的长针位置做了一个长针的加针，那剩下的部分，不管是锁针还是长针，全部都要给它钩成长针。你看，2个锁针对应的就是2个长针，那长针的位置还是钩了一个长针。在4个角的位置呢，我们分别是在2侧钩了3个长针。这3组长针之间是用了4个锁针作为连接的。再来看这一边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边。这边它也是长针的位置对应长针，锁针的2个锁针对应2个长针。因为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是在这个长针的上面分别是做了2个长针嘛，那在这2个长针的上面都是做了一个长针的加针，看到没有？这2个加针之间是没有锁针连接的，
所以你钩完一个加针之后，要紧接着再钩一个加针，然后这剩下的部分呢就没有什么特别的了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4圈，还是老规矩，只给大家演示这一侧和这一侧，剩余的是需要自己去完成的。大家一定要去学会怎么去看图解，这样有助于大家在日常的钩织中呢，可以独立的去完成一些作品。好，我们先起立2个锁针，因为我们已经开始起了一个了，然后绕线，在同一个位置做一个长针。好，第一个已经完成，然后我们绕线回到下一个长针的位置做一个长针的加针。第一个长针已经完成，绕线在同一个位置再给它钩一个长针出来，一个长针的加针就完成了。绕线是不是在2个锁针的位置就给它钩上2个长针啊？好，这样也完成了。长针的位置那肯定是要钩长针的，这个就没有什么变化。到了4个角，是不是要钩出3个长针？3个长针已经完成了，那这2组长针之间是要钩织4个锁针作为连接的，大家还记得吧？然后绕线，在这个位置继续3个长针，完成。继续在长针的位置上还是钩长针，没有变化。2个锁针的位置，那自然就是钩2个长针了。又到了这个位置了，是不是对应着图解的话，这边就要开始做加针了？第一组加针，2组之间没有锁针作为连接的哈，就直接开始给它钩加针就可以了。好，剩下的这3个角是需要自己去完成的。我的视频呢，就是在钩织的过程中会有点快，但是在前期的讲解中会非常的详细。如果你还是习惯看视频的话，那么你就要把视频调一下速就可以了。第4圈我们已经钩织完成了，是不是它的这个模样我们就可以渐渐的看出来啦？好，我们回到最开始的位置进行一个引拔，还是按照刚才我教大家的方法。绕完线之后，先起立一个锁针。我们来学习一下第5圈是怎么钩织的。看一下，第5圈其实看起来跟第3圈差不多，唯一的一个细节不同之处呢，就是在它这个角上，我们这边是钩了4个长针的啊，4个长针，4个锁针，4个长针，在这个位置，这里是需要特别注意的。然后再看开始的位置，那这个地方就不必多说了啊，已经非常熟悉了。那我们的这个长针是要钩到这个加针的最后一针上，因为我们是从这边开始的话，这就算作第1针，这就算作第2针，在这个基础上钩了一个长针，中间的2个长针，它刚开始就是在锁针的基础上钩的嘛，所以我们相同的这2个长针上面还是给它钩成锁针，长针的上面依旧是长针。好，看这个位置是锁针吧？那我们在这个长针的基础上还是钩了锁针。翻转过来看一下这个面，看锁针的基础上还是锁针，长针的基础上还是长针啊。在第一个到这个
4个长针的位置上的话，就是钩织第一个就只在加针上的外侧给它勾，里边的这2个是不勾的啊，只在外面的开始给它勾。因为你看，从这个上面对应过去，是不是还是锁针的位置啊？还是锁针的位置，继续是勾了锁针的。好，下面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。拿出我们的织片，起立，5个锁针，1、2、3、4、5个锁针已经完成，我们绕线。这是我们第一组的一个加针，第2组的加针的第2个，这不是第一个，第2个，在这个上面钩织一个长针。我们刚开始在这个地方是钩的锁针，对吧？那锁针的上面还是继续钩锁针，绕线。做到这里了，那我们刚刚也说了，长针的上面依旧是长针。如果只说图解的话，大家不好理解。当你实际去钩了，然后再结合图解，是不是就非常的简单了？然后再钩织2个锁针，绕线，就直接在这个角上面钩织4个长针，1个、2个、3个、4个。好，4个长针已经完成，继续开始创作我们正方形的4个角，还是在这个里边钩织4个长针，1个、2个、3个、4个。好，4个也已经完成了，我们继续2个锁针，绕线，因为这个地方就是锁针嘛，然后再直接在这个长针的位置给它钩织一个长针。长针结束之后，锁针的位置还是锁针。下面是到了这个加针的位置了，对吧？中间的这2个没有任何的变化，我们在第一个的位置进行钩织一个长针，2个锁针，继续中间这个不管，在这个上边钩织。好，继续2个锁针，绕线，在这个长针的位置上给它钩织一个长针，2个锁针过来，就在这个里边开始钩织我们的花样了。大家按照这样的方式呢，把剩余的几个角给它钩完。现在我们的这一圈也已经完成了，我们来进行一个引拔。1、2、3，第3个位置上。我们现在来进行第6圈主体部分的最后一圈了哈，是不是特别的简单，而且做起来也很快？第6圈我们涉及的一个针法，就是我们前文刚刚说到的一个减针。这个部分呢，重复的部分我就不再讲解了，因为真的非常简单，我就给大家讲一下这个部分就可以了。好，假设我们现在已经钩织到这个角上了，好不好？看第一个长针，我们正常的钩织，在我们钩织减针之前呢，是要先钩一个锁针的。看这个地方有个锁针，钩织完锁针之后，我们第5圈不是钩织了2个那个，钩织了2个 ，sorry， 钩织了4个长针，那我们就在中间的2个长针上做一个减针，把这2个合并为一针。在它的这个最后一针上正常的钩一个长针，就是开头和结尾正常钩织长针，中间2个做减针。那到了4个角上呢，就是1、2、3个长针加上3个锁针，再加上3个长针。同样的，到这一侧也是开头和结尾正常的钩织长针，中间的2个做减针。
因为你是这种顺时针这样下来的嘛，所以你做完减针之后是要钩一个锁针的，然后再钩一个长针。好，大家按照这样的方式呢，我们来学习。拿出我们的线，给大家演示一下，就非常的清晰了哈。因为只看图解的话，还是有一点会糊涂的。先起立5个锁针，1个、2个、3、4个、5个，5个锁针完成，把前边相同的部分给它钩织完。好，钩织到我们刚刚说减针的位置了，开头和结尾正长织，所以我们这个地方要给它钩织一个长针。做减针之前是要干什么？我刚刚已经说了哈，大家一定要记住，钩织一个锁针，对不对？好，锁针结束了，中间的2针是要做减针的。第一组，第二组，第二组，3个线圈一并拖过，好，一个长针的减针就完成了。绕线，正常钩织。到这个角上是怎么着？是不是3个长针，然后加上3个锁针？这次是变3个锁针了啊，大家不要钩错了。好，3个锁针，3个长针完成，继续3个锁针，继续还是在这个里边钩织3个长针，1个、2个、3个。好，这样的话3个长针也已经完成了，继续绕线。在这个4个上，我们还是按照这个方法，还是给它钩织。第一针正常钩，中间的2个做减针，一并拖过来。记得干嘛？记得钩一个锁针，然后再继续钩长针。2个锁针，然后1针对应的1针，就这么给它钩下去。好，剩下的部分呢，就是需要自己去给它完成一下了，因为这样的我要一直录的话，时间就会太长了。好，各位加油吧！第6圈我已经钩完了，然后咱们继续给它一个引拔，再钩织2圈，我们就要结束了啊。我们看一下下一圈的一个织法。第7圈就非常的简单了，就是在每一个的锁针上边给它钩织上短针，在3个锁针的这个位置做一个短针的加针，有看到吧？注意一个细节哦，长针的上边是没有短针的，长针的上边是没有短针的。这个我们在第6圈的时候不是做了一个长针之后钩了一个锁针嘛？这个锁针上面是要钩短针的。好，大家按照这样的方式给它包1圈的短针。这一圈呢，我们不在这个基础上开始给它钩短针了，我们过到这里，给它钩短针，1个短针，2个。我们刚刚说的长针的上面是不做短针的，所以我们跳过这个，直接在这个洞里再继续给它钩织短针，跳过。你这根手可以随时按着这个地方来控制它，哪怕
是这个长针，也是不要钩的，直接在这个洞里钩织短针。然后唯一一个钩短针的地方呢，就是这个减针的位置是要给它钩的。这里这个长针也不需要给它钩，但是呢，你这个不钩，你这3个长针中的2个是要钩的，不然的话，你一会儿做花边的话就没有地方可以去制作了。钩这2个短针，这个就不给它钩，直接挑到这个洞里。先织完了一个短针之后，继续做一个短针的加针，1个、2个，加针完成，再给它钩一个短针。可以说这个孔里边一共是做了4个短针的。那第1个长针不织，在第2个的上面织2个长针，这2个短针口误。好，那第3个这个不给它放短针，放到这个位置，减针的上面放一个短针，然后锁针的位置放一个短针。接下来的部分就非常简单了，对吧？好，大家按照这样的规律把这一圈也给它钩完吧。下面我们来开始最后一圈的一个学习。我们在这个地方给它进行了一个引拔，对吧？在这个短针的位置。但是呢，我们的这个花样是在第2个短针上面，那我们需要怎么做呢？我们只需要再给它引拔一次就可以了。引拔到第2个短针上面，然后再起立3个锁针，在下一个的短针上面给它引拔1次、2次，然后再进行一个花样的钩织，引拔，再引拔1次，再进行，就按照这样的规律呢，把这一圈的花边给它包起来就可以了。下面看我演示一下，拿出我们的织片，现在我已经引拔完成了。我们是在第1个短针的上面进行引拔的，对吧？我们这现在换到第2个短针的上面，哎，给它引拔1次。好，引拔完成了，我们进行3个锁针。结束之后，我们刚刚有看到图解上面是这个长针上面是没有任何的钩织的，对吧？所以我们就直接在它长针旁边的这个短针上面给它进行一个引拔。好，这是第1个引拔，然后我们再引拔1次，继续3个锁针，完成旁边的这个短针上，再引拔1次，再给它引拔，就是钩完一个花样之后要连着引拔2次就可以了。1、2、3，在它旁边，再引拔1次，3个锁针。大家按照这样的规律呢，把这一圈的花边给它包完。现在我们已经钩到了结尾的地方，断线，把这个线给它戳出来。戳出来之后，换到我们的缝合针上面去。我们在这个锁针的中间给它穿过来，拉紧一下，再给它穿回去，翻转到背面，把这个线头给它藏起来就可以了。拉紧，调整一下。好，藏线头的话就没有什么那个需要注意的了，就把它藏结实就可以了。把它穿到这些线圈的里边来。
这样子就可以把它这个线剪断了。还有这一根，我们刚开始做圆环的那一针，这个也非常的简单，藏进去。藏几针就 OK 了，这个也剪断。好，这样呢，我们一个漂亮的杯垫就完成了。如果你刚织完之后发现它不平整、皱皱巴巴的，那你把它洗过水之后，平铺晾晒，给它固定一下，这样给它固定一下就可以了。或者是找一个比较重的物体给它压一下也行。这个它的线会比较粗，然后用的钩针也是比较大的，所以呢，你看它的这个尺寸就非常的大。这个我用的是小1号的钩针和比较细的线出来的效果。看一下它尺寸，如果你用的线越细，钩针越细，那你出来的这个成品也就越小，非常的漂亮。好，今天的教程就到这里啦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收藏还有订阅哦，拜拜。